李玟的轻声让很多人想不到，那个在舞台上永远乐观的形象，实在是很难把她和放弃自己的人生联想到一起。7月5日，歌手李玟的姐姐李思琳 Nancy 发文称，李玟于数年前不幸患上抑郁症，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，送院后抢救无效，最终于7月5日离世，时年48岁。了解她的人会知道，从年初开始，李玟就因为天生左腿缺陷造成的髋关节移位而不得不放弃舞台，甚至有了患癌的传闻。微博中华文迷联盟2日下午1点发文贴出一段语音，李玟说主：亲爱的，我是 Coco，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，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会加油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，我非常想念大家，我在努力，想念你们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，爱你爱你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,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. Love you guys. 音档中可以听见他一度哽咽，强忍鼻酸叮咛粉丝加油。叫人悲痛的是他当天就轻生，这段话成为送给粉丝的最后一言，格外令人鼻酸。可就在当天，病痛和抑郁就像蚀骨的毒药，带走了他对于生活最后的希望。有消息称，李玟是用指甲钳割伤左手腕，在自家浴室自杀。但是李玟二姐否认了这一说法，并表示不希望外界再揣测妹妹的死因。我们不知 Coco 是怎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是86岁的母亲第一个发现了昏迷的她。母亲是一位老中医，即便李玟送往医院抢救后已经脑死亡，妈妈仍要在她头顶落针，不忍放弃她。母亲整整守了她3天，每次进入病房，看到李玟的心跳仪器、呼吸仪器的指数，每一秒发出的嘟嘟声，都像扎在她心口上的针。因为医生说李玟随时都会走，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最终，奇迹还是没有发生。因为是非自然死亡，所以李玟的尸体需要解剖，约用4至6周的时间厘清死因。家人将为她举办佛教丧礼，也会举行一场歌迷追思会，让大家送 Coco 最后一程。昨天，她的老公也发布了讣告，我只能说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李玟明明1个多月前还在发新歌，那首战歌的歌词就像她这一生的真实写照。这时人们才发现，原来在她标志性的灿烂笑容背后，竟藏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。如果说身体上的疾病让李玟感到煎熬，那么丈夫的折磨可能更让她的精神早已崩溃。曾几何时，李玟与丈夫乐玉民也是被无数人艳羡的恩爱夫妻，一个是在国际舞台都享有盛名的天后妻子，一个是家财万贯但独对李玟青睐有加的富豪丈夫。二人进行过长达8年的恋爱长跑，并最终耗资1000万美元举行了盛大的世纪婚礼。当然，外界并不全是恭喜的声音，也会有不少媒体嘲讽过有15岁年龄差的他们是老夫少妻。但是李玟却从没有在乎过这些，她频繁地在社交平台上介绍自己与丈夫生活的日常，比如她给丈夫准备的惊喜，比如她时常公开表达对丈夫的感情。曾经，工作之后能陪老公这个理由，一度是李玟工作的动力。而哪怕丈夫跟前妻还有2个女儿，李玟也毫无芥蒂地把妓女们视若己出，每次外出工作都会给对方准备礼物。在大众的印象里，曾在综艺节目里秀过恩爱的李玟与丈夫，似乎一直都是这么亲密有加。可是，当乐玉民婚内出轨的丑闻被曝光之后，网友才知道，包括李玟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这个渣男给欺骗了。虽然对外展现的一副深情老公的模样，但据媒体爆料说，乐玉民在婚内出轨早已不是1次2次。李玟的闺蜜也发文控诉，说出乐玉民最近这几年愈发放肆，完全把妻子视为透明，公然与年轻异性举止暧昧。爱了多年的丈夫突然被爆出另外一副模样，屡次3番被背叛的李玟彻底失望了。而最令她心寒的是，她一直当作亲生孩子照顾的2个妓女，在知道这件事后，不仅没有站在李玟这一边指责父亲，反而还对李玟漠不关心。本来温馨和睦的家庭，原来只是一种假象。自始至终，李玟一直都是一个被排斥的外人。在爱情与亲情背叛的双重打击下，李玟彻底心碎了。短短几个月内，她体重骤减，脸上也没有了我们熟悉的笑容。原名李美玲的李玟，其实从一出生就差点被放弃。李玟的爸爸是一位哈尔滨籍的印尼华侨，妈妈是生在北京的湖北武汉人，2个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医学生。妈妈刚怀上李玟的时候，爸爸就因远行参加亲人喜事，染上重感冒，从而引发急性肺炎过世。李玟还未出生就成了一父子。长大后的李玟曾多次在演唱会上演唱叶德娴的名曲《明星》。妈妈曾经告诉我，天上最大颗的星星就是爸爸。从此以后，我就爱上跟星星说话。明星就是李玟自小最爱的粤语歌之一。
有人曾建议母亲将最小的女儿送给别人，以减轻生活的压力。虽然母亲当下就表示了拒绝，但后来年幼的李文还是从旁人口中听到了这个故事。他说，从那时候我就害怕被遗弃，总想着花更多时间去让旁人开心，所以总是笑着，希望别人能喜欢我。还好，虽然艰难，但是妈妈还是把3个女儿都带大了。而李玟在加州的歌唱比赛中夺得冠军。第2年回香港过暑假的李玟参加了 TVB 电视台主办的新秀歌唱大赛，在比赛中获第2名。很快，香港一家唱片公司向她伸出了橄榄枝，可初出茅庐的李玟却坐了很久的冷板凳，时常1-2个月接不到通告，一度穷到吃不饱饭，没钱给家里打电话。在作为新人的那段日子，李玟被公司报销惨了，在1年半的时间里，全靠低廉的车马费维持生活，1星期只有1000台币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歌是可以收版税的。直到遇到姚谦，他在乐坛的处境才有了好转。姚谦极有才华，既会写词又是制作人，王菲那首传唱度极高的《我愿意》便出自他手。他一出手便写出让李玟火了30年的《滴滴滴》。后来我们看到了，他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并于全球发行英语唱片，首位登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现场，首位获邀于美国洛杉矶华特迪士尼音乐厅 Walt Disney Concert Hall 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华人歌手。2001年，他为李安导演的电影《卧虎藏龙》演唱的主题曲《月光爱人》斩获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。2016年，李玟参加《我是歌手》时穿了一条红色旗袍，那是她登上奥斯卡舞台表演时穿的同一条旗袍。15年，这件衣服在她的身上仍然显得游刃有余。那一季，李玟成功拿下了冠军。2022年，李玟曾在一次采访中透露，她签了新公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新团队说：“我必须要做自己，你们不要限制我。我只有这一生，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活。我现在还能唱，还能跳，我想继续给大家带来快乐。”2020年，真人版电影《花木兰》上映，时隔22年，李玟再度演唱主题曲《自己》。在录制《我眼中的自己》，每一天都相信活得越来越像我爱的自己这段歌词时，她没忍住哭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只知道为歌迷而活，为工作而活，为我家人而活，我没有想到其他，从来没有为我自己活过。相信 Coco 的痛苦是复杂的，这里面有生理疾病的痛，有事业中断的痛，有愧对歌迷的痛，有失去人生最大乐趣的痛。把重点都讨论在她老公上，本身就是对她的一种贬低。临死前，李玟最放心不下母亲。在母亲83岁生日时，她曾承诺：“妈妈，我永远会好好的照顾你，你养我小，我养你老。”可这次她食言了，她只能将所有遗产都留给母亲，让她能活得轻松一点。可她才是母亲最珍惜的财富啊！她走了，再多钱财都没了意义。她走了，也给所有爱她的人留下无尽的悲伤。她这一生都像一光束，在照亮别人。她上音乐综艺怒斥规则不公，直播演出效果不好直接道歉，帮7旬老人买成回家过年。如今她选择离开，应该是燃尽了最后一丝能量吧。